压力给你日后的身体哈，你真的是要还的。是的，我跟人家比，我不会画画，不会唱歌，不会音乐，不会书。你这不说你都会吗？举例，曹爷在举例。旁边有一个乞讨的人坐那，他坐在人家旁边。这个中国教育还是有点问题的哈，树在那个地方长歪了，有点东西，应该有点水分，我觉得。你说过这个故事吗？哪个一个情人节，他请我去花花知道吃饭吗？花花知道，来，你跟他讲，可搞笑了。哎呀，对，看到这个，他两个一直争的就他不在，他不在，要给我。对，他在，你把他藏起来。狗也有压力，你知道吗？是的，他这样子互相之间就为了抢东西，他还是有压力。姐姐最爱讲妈，你不然你这样他会有压力的。你在生活中，你觉得什么东西是你会让你产生压力？实事求是的讲，还是来自于我们一块生活的人。我就怕他不开心、不高兴，气氛不好。这谁？我们刚刚是谁说强人嘴不甜呐？这个刚刚是什么？这个怎么会有这个概念存在？这不太甜吗？我刚才吃点蜂蜜没抹掉吗？对啊。说句实在话，我现在真的最在意的。如果我们两个心情都开心啊，其实我没有任何压力。对。你要操心的事情，你要操多少心都可以。但是你必须要把这些东西都放下。其实因为这些东西确实已经不重要了。对。哎，我觉得我的人生有很大的一个缺口，弥补不了。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就是压力。我觉得我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压力。你就最简单的吧，你从我表面上来看，你如果看到我最近越来越胖，那就是压力大。会。我以前会觉得说压力肥是一个借口，你知道最近有一个新的在健康的这个领域啊，现在有一个我们知道的一个知识，叫做什么呢？叫做皮质醇。它又被称为一个我们大部分人都听得懂的词，就叫做压力素。其实是跟我们人这个物种的一个自我保护机制是有关系的。当你一个人哈，我们的身体里面感觉到说，哟，你最近压力上来了，你变紧张了，是不是第3次世界大战快要爆发了？不行，我得让你保证你的基本安全，先不能让你饿死，那我就帮你吞，它就会把你身体的代谢降到很低很低，让你把吃下去的东西囤起来、存起来，对吧？就像骆驼一样，还让你特别馋，想吃更多的东西，想再积更多的东西。对，就是它会让你神奇。可能我们观众也已经发现了，我最近又胖出来了，但是我上一次还在跟大家在解释说我怎么样去在1个星期里面去减掉10磅，其实就唯一干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压力给减掉。他刚刚讲的我肯定赞同，但是压力这东西，你说谁能没有压力？都会有。狗都会有压力。是的。你说你能没有？尤其是就我们现在算非常好了，就是因为我要放下很多东西，然后我们自己觉得我快到站了。我再不行再不济，我退1万步，我退休吧，反正就过一个平淡的日子。但是你看，上有老下有小，是吧？还要自己工作事业，你说谁说没有压力？还想要折腾？不可能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最关键是我在想你怎么去排解它。比如说像狗狗哈，像它讲那天它就吃了一个豆苗。就吃一个，他平时没吃，那天立刻就拉肚子，为什么？然后马上好，晚上就好了，就没事。他为什么？他立刻身体反应要把它排掉，他就应急反应。应急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这是这样子的。但是我觉得哈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要先分析一下，什么东西就说减少压力，什么东西能产生压力？你想想看我们很多的压力来自哪里？我得到了一些东西，我怕失去，怕失去金钱，怕失去健康，失去美貌，失去名誉，失去爱、地位什么总之就是你觉得。我补充一句，还有就是你得到一些东西，但是想得到更多，这
就是反馈回来是压力。对，因为比如说我这个事业达到了一定程度，我想再上一个大台阶，又设立一个新的目标，你的压力又产生了。对这个我有感触，我就莫名其妙的一种年纪到了这种焦虑啊，就好像是不是就是中年焦虑啊？可能是我也不知道，就是好像觉得怎么到这个年龄了，好像感觉也没有什么就是自己好多目标没达到啊，自己就这样，乔治说给自己太多压力，觉得好像有点没有自己预期的那种状况，就会对自己失望，然后恶性循环。然后就是越觉得这个对，越觉得这个时间要到这个所谓的年龄了，越是急，越是那个天天焦虑，也不知道为什么焦虑，就是很奇怪。但是后来过了这个之后，就莫名其妙的又突然认命。可能是啊，就是突然觉得一下想通了。不是一种感觉什么，突然好像释怀很多事情，可能是一下子觉得你想这么多东西也没什么意义。其实反而是，或者说你自己认可你现在的状态，反而是对自己的一种，就相当于解脱嘛，放过自己嘛，何必这样？我最近有一个我的粉丝来找我咨询的一个台湾女生，她给我写邮件预约的时候，她就说我已经计划好给我下一年放1年的假。我呢最近这几年我存了一笔钱，我打算在旅行中把这个钱用掉。然后她还特地辞职了。她直接就辞职干这件事情。给我写邮件的时候，我以为这可能是一个中年女生，但我跟她视频的时候，这不是20多岁小姑娘吗？20多，很年轻，很漂亮。哇，我一下就很佩服她。这么年轻，大家都觉得说我吃点苦，对吧？老板怎么我啊996哈 PUA 我什么都是应该的嘛，对吧？你到这，他们居然真的很想得通。这么年轻，他就直接辞职，就1年。给我1年的时间，让我自己去放松。我一下子就会想到，我跟他差不多这个年纪的时候，我在工作上觉得自己不得不一定要承受这些压力，我还经常会 PUA 我自己。我现在在进入这个行业，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行业，我必须要吃足够的萝卜干饭。我跟你们讲过的嘛，就是我最忙的时候，半年不来大姨妈的，根本就是我的同事里面，只要在这个行业工作超过2年，没有一个身体好的。这个就是说这个压力会让什么？就是让我们的客户都能够看得出来。我经常会有客户来给我送各种各样的药，保健品，然后就会有些老人家就会很心疼你，就跟我讲，就是说你一看就很辛苦，你一看就很累，一看就平时说话说太多，你要拿这个阿姨给你这个去泡茶喝就这样子。胖大海。没那么简单，它有很多一大包东西。乱讲。因为我登修客户很多都是那种台湾、香港的老人家，他们就可能懂一些这个东西吧，但就从表象看就是很累。压力这个东西哈，我特别佩服现在的年轻人。我们过去再有压力，谁有这么想过？就这么做啊。对啊。过去1周才休息1天呐。这1天干嘛？全洗衣服、买菜、排队去了。其实他们开始重视压力，是因为在我们在加拿大这一段时间来这边以后，其实我是体会过压力给你日后的身体哈，你真的是要还的。是的。是的，是的，真的是要还，因为你压力会让你导致你非常，你看我免疫系统出问题了，没错，各种的都出问题。压力是造成你亚健康的一个很致命的。对，那还不止亚健康，有的时候真的要有一些是可逆，还同时很多是不可逆。所以我去健身的时候，我的那个教练就先测了我的各种身体的指标。我当时是为自己捏了一把汗的，但是我好在我的心脏啊，包括心血管啊一些都没有问题，是可以去剧烈运动的。我当时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，就会觉得说这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后的机会了。但是如果说不可逆呢，对不对？不可逆，有很多人很年轻就得了你像我现在一身毛病。就是不可逆嘛，他都知道，就是不，因为那个时候刚来你有好多压力，但现在回想起来，其实不值的。
讲一个很好玩的事情，就有人说，比如说，尤其是孩子的学习，有的父母压力特大，然后他把这压力转嫁给孩子，你一定要考上什么什么。对。那有人说一句，我觉得一下释怀了。你说哈，只有说没有出息的孩子才是你自己的，你明白这句话意思吗？有出息的孩子是亲家的，OK。或者再有出息、更大出息，孩子是国家的。对，你就把孩子贡献出去了。再有更优秀的孩子是国外的。反正都是那个，你知道，就是只有没出息的孩子才是自己的。我当时记得哈，这段话，当时我跟我爸妈视频，当时有一个亲戚，我姨在那儿，我姨的孩子按世俗上讲都没有出息。都在他家乡，都在他旁边。那你看，这时候我老爸跟我们老远的就是对话啊，我老爸觉得很自豪，我女儿在加拿大特别优秀优秀个鬼。然后呢，但是我姨就在旁边讲，你看，一个个有本事的都在外面，然后就我没本事的孩子都在我身边。你看我现在。人家这一句话是，虽然你听了我爸不爱听，但这是实话。所以有的时候你从这个角度去想，你就释怀了。有时真的没有关系。人最主要怎么去让，就刚刚说的，它其实也是一种解压方式。对，就是它其实很智慧的解压，把自己的那个压力给解掉，是吧？就解掉了。你看，它就是你要想着它一个事情都有两面嘛，都有两面。我想到我以前一个同事。那时候我还在打工的，做装修这块。有一个同事是个日本人。他在毕业到工作这段时候，不像我们的那些，就是说一毕业就开始不停找工作。他们不是，他们毕业之后会有2年的计划，这2年每在一个地方待大概几个月，2-3个月了。加拿大是其中一站嘛。对。然后。他每到一个地方就是打工就一边打工一边去去游历，对，然后很好玩这个。这个在日本这个文化影响了韩国，然后也影响了台湾，有很多很多这样的。对，然后那因为我是就是亲身经历有这么一个人在我身边嘛，然后一起共事，然后我就发现他很乐观，真的很乐观。他说其实就是他们日本人一旦开始工作，这个压力比山还大。基本上就是说，你不可能再有中间有出去旅游啊、散心啊，这种零碎时间都没的。然后下了班就是可能唯一的解压就是去酒吧喝个酒。居酒屋。你看啊，像阿婆刚刚讲的，佩服现在的年轻人，对不对？现在的年轻人学会躺平了，我们用另外一个词儿来讲啊，坚决不让资本割自己的韭菜了。然后我也不供房，我也不结婚，更不生娃。对不对？我啥都没有。是，你看，不怕失去。有一大批的舆论在说他们自私。你对你的家人、父母，对吧？你的前途，再说大一点，你对人类你都没贡献。他事情逼到这个程度，他自有他道理。人类到时候要灭就灭呗，因为你到了这个程度。自然的，就像我那个前同事，对吧？他是很省。他午饭就这个面包，然后弄点那种什么到了店买的什么沙丁鱼罐头什么，给涂一涂吃。有时候去加油站买一个方便面冲水，他中午都吃这些东西啊。你看他很很节省，然后住的地方也是那种就是像这种贫民窟的地方住的。但是他要享受的时候，他比如说我聊到那个有夜市那。他就很好奇，他说华人夜市是怎么样的？然后就我陪他去夜市，你知道夜市的消费很厉害的，他完全不会去，在这个上面他可以花很多钱，他享受这个过程。对，然后他说甚至于要去旋转餐厅吃西餐，就他钱就是省下来做这种享受的，他就。我的一个妙招他都知道，我做任何一件事情，我都把他最坏结果想到。然后你先接受这个最坏结果，然后你还有什么可怕的？假定它是最坏结果是在你能不能接受的？所以当时买卖房子的时候，确实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嘛，你肯定有很多有预料不到的一些状况发生，压力。然后我们就想，我顶多我这个全赔了，怎么了？1分钱都拿不到，怎么了？能怎样，老乔？我跟他讲，走，咱们也去搭帐篷试试，流浪。nursing home。不要，没到，人家不收。那时候不省人事。是吧？
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个不是我说开玩笑，说你一定要接受最坏结果。这个真的是必须，因为我见过2个人在我眼前疯了。我讲2个故事给你听，这是他知道的，我们前同事。第一个是一个打字员，好，他正好有一个文件，他那个风吹出来，有1页吹出来，被一个老领导捡到了，一看这是绝密文件其中的一件，因为那有盖章。然后说老领导也是觉得反正没在乎你年轻人就过来，这样子事件是叫什么泄密事件。那泄密事件对他来说，那其实你也没事儿，你又不是我干的，风吹了你捡了就进来，但是他想不开。那又碰到他的科长呢，又使命讲你这是很严重的事情，完了又吓唬他，因为他不承认，那就那科长就像怨妇似的，你不承认我就死要用最严厉的话让你承认。这是泄密是非常严重的，这是要违法犯罪的。我怎么想到以前学校的那种教导主任对，就这样。最后这个女孩子因为刚工作没多久，就怎么都想不开，怎么都想，加上她的父母回家半打她，都工作了，还把她绑起来，因为她回家想发泄了。他爸妈把他，我进去的时候亲眼看到他被绑住。因为我看的听到的声音都不对，他爸打电话给我，然后我就进去了，以后一看就不对了，后来就精神分裂。那这个不分裂也很难。这是精神分裂。他神经也得多粗才能不分裂。这是一个案例。第2个案例是我们当年省直机关有时候会从，因为人很少，当年毕业生没现在这么多，就会从基层去借调，借调干部来。那当时是在区里面借调了一个干部，那借调完进来以后，就是然后再给他去争取指标编制。那其实已经争取到了，这份文件已经在人事厅了，但是呢，这个我们的人事处长呢，因为比较严谨呢，其实要换我很高兴就至少给人一个暗示。但这个人就一直在等，大概因为这个事情要时间，等了半年，他就各种想象，他就已经憋了快疯了。就是不行了，因为他太渴望这个能调到省直机关，在他疯的前夜，就是这个文件其实已经出来了，只是还没有到我们这边，已经打印出来了。已经接受他成为我们这个省机关的一员了，但他疯了。他疯的第一个表现是什么？到同事家里，就包括也到我那边，就这样，我求求你帮我说说话，就都跪下来什么。我们一看不对了。那结果当时机关就没收他了，又把他推回去了，就这样子。就是因为他的反应是这种。对啊，其实他已经进了，就是已经成功了，已经成功，就是文件还没到我们单位，马上给那边讲，就那个感觉，对吧？就那个感觉，但还不像范进，他还在等，是喜极而疯，他不是，他真的焦虑，他是焦虑期，所以他就一直在想，如果中不到，如果进不来，所以你看，这都是我亲身经历的2个同事，所以我后面我非常非常注意这个事情，就是说我告诉你，你必须去接受最坏的结果。如果他一开始就接受说我没去，我回去不也很好吗？不也是一个干部吗？对吧？还是公务员。他还是公务员吗？有什么我无非以后还有机会的呀。以后还有机会的嘛，或者我无所谓，他没办法，他就觉得如果没有我就完了。我们小时候就别说是你们这个年代了，就哪怕是我跟花花这个年代，你还记不记得，就是我们很小的时候接受到的一些初期的那个思想概念的一个教育，就是说你如果不怎么样你就完了。有的呀。你如果这件事情达不成做不好，你这一生是不是很熟悉这个？是不是很熟悉？受的这个教育，我们受到的这个教育，你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。不然你就彻底完了。你没走好，行差踏错，你看。很有意思吧？行差踏错这个词儿，在英文里好像是没有的吧？对吧？是西方没有这个概念，就是我们只知道说可能有一个叫做条条大路通罗马，或者是我们后来的一些认识，但是只有一条路，只有一个正确答案，这正确答案没答对，就万劫不复。所以我觉得就是父母有的时候你不经意的一些那种，你会给孩子带来一生的，也经历了那一个教育。
要清醒。这边的教育很有意思，你看啊，我们在国内教育是德智体美劳嗯全面发展，要拿3好学生，这为什么不是1好学生呢？得要是3好学生呢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就是说你哪样都好才算真的一个好孩子。但是在这儿的小只要有个特长就是好的。也不一定，就是他会给你一个什么教育呢？就是说，一上来跟特别小的小孩就是这种教育，就是说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擅长的东西。你如果看到有人不如你，他一定有地方比你做得好。只是他在这件事情他不擅长，你擅长，但你绝对不能够小看他。这是肯定。孩子是这样，我们成年人何尝不是这样？我们没有一个人说你什么都能的。没错。我们缺陷的地方多了去了。你跟人家比，我不会画画，不会唱歌，不会音乐，不会数。你这不说你都会吗？举例，乔爷在举例，乔爷举例。不是真的。又不会炒股。刚刚乔爷还说自己不会说，嘴不甜，对吧？不会说好听的话，还说反话。对吧？然后嘴巴又很笨，对吧？话都说不出来，不是的。但是我就这么说，我们总是有快乐哈。对呀，你总是有你不能的东西吧。其实就是放不下嘛，就会觉得我一定要能，我凭什么不能？我跟你一起出来，我条件比你好，我凭什么不能？就可以不能吗？为什么不能？你看我跟相比，我肯定比不上他会做企业，我就会瞎白活，对吧？但是我瞎白活也很开心哦。对啊，对吧？你看又这笑眯眯的听我说，我就觉得，我就特别欣赏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觉得说，很有信心的瞎白话。乔爷的这个年代能够教育出来你这样的奇葩，这个中国教育还是有点问题的哈。树在那个地方长歪了，是有点东西，有点水分，我觉得里面。没有水分，树是长不大的。但是我讲他的另类故事给你听。当年也算是一个干部，OK。然后我讲给你听啊，他是这样，我们去福州最繁华的东街口，人来人往，就像你上海的那个什么地方最繁华，南京西路，就大概他是这样。然后你说他干嘛？旁边有一个乞讨的人坐那，他坐在人家旁边，就是 join 加入，就这样坐着呢，学习。他可以就是像刚刚讲的，就万一有一天要住帐篷了，对吧？对他有个经验，从那时候他已经带入了，就如果我到最差的情况是最差的情况，我也需要了解一下。这个他没妨碍到别人，那就无所谓，他自己搞笑去，我就不管他，我们就离远远的看你，你爱咋地。好，最可恶的是我们家一个住的地方，就我们的宿舍，那全是各位处长领导每天都要必经之路。那里有一个叫安德鲁森的面包房，那有一个很漂亮的台阶，他没事坐那乘凉，坐到晚上8、9点、10点还不回家，你知道多少人恨得牙痒痒。那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回来哈，人家送他车回来，他坐那里看风景。好难思考人生。不是，那人家都要经过肯定是的，不然的话怎么那么通透？很难受了。还有人朝爷这么通透，是要花时间思考的，要花时间冥想的。对，掏地沟油的，他也在看。也看到了。人家也很难受。体察民情。对，他就坐在那，所以就这个事情。闲得无聊。不是，他就这样一个人，所以你没想到吧？他就这样一个人。我说你的体面不要，他可以不要。所谓的体面，他觉得不重要，所以这个事情你看哈，人跟人差很远，你只要放下来。你别这样把我说的这么不要脸。你要脸，你很要脸。我简直就是再次证明了乔爷是个世外高人。他就那样。他是在这种就是国内这种环境下，对，怎么能教得出这样子的一个人？我也很特别，我很奇怪，就是是不是走哪儿不小心，咵一个雷打下来，我告诉你，然后就开悟了，然后接下来更可恶的到这里，有时候是不是得罪佑了？他拿雷劈我。
我觉得，说不定那个乞丐坐旁边，就他突然看，哎，你是不是也开过悟的？没有，就像你记得吗？上次阿婆讲到，就是你们那个就是那个乞丐磨刀的，你记不记得我们有一个网友在底下回，他说那个是一个修行者，修行者，他可能是。哦，我一下子就悟到了，我就觉得太有道理了。你看很多就什么扫地僧就是一个对吧？其实这个你们在前越讲越玄了，那么玄学的呢？好好聊。乔爷不也在磨刀吗？对。他怎么害他闺女？他闺女跟他调皮，然后他也调皮，去接他吧。他就要背着那个书包，他这样背着，在他学校的那个操场上，是背着小朋友的书包，然后就要不就坐那个地上，人家看你爸爸这样，他就坐那个，要不就在那个操场里面这样像小孩一样上学一样跳。就是很明显，小时候那个包没有，你知道，就会让我想到哪个情节？周星驰版的济公，突然对吧？一道闪电，一个什么佛法显灵，然后突然之间就颠了。对，不，这是以前神棍的表现。但是一般是有的神棍怎么产生的？他是经过一个突然事件以后，对啊，他忽然就疯了，这是我很想问的事情，接天接地接神。对，我很想知道那道雷发生了什么，就是对被雷劈过吗？我不可能。他其实从小就这样，我感觉他的性格里面就。那乔爷是怎么生存下来的？在那个环境当中，所以他要出来嘛。你想想看，他就我以前跟你们做电台茁壮长大了很难哦。我做在电台，我们做那个节目，我跟你说过这个故事嘛？一个情人节，他请我去吃饭。花花知道吗？花花知道，来，你跟他讲，可搞笑了。我们情人节，然后他说，哎，今天情人节，那人家好情人节就好好过嘛，买花、吃饭啊什么。他突然想起然后我们出去，所有店都关了，都满了。都情人在里面，然后他就跟我选了一个德克士，就类似于麦当劳这样子对。但是那天他也美式快餐，他也布置得非常好，就每一个台都有烛光，然后就是还轻慢的音乐响起，然后大家都在那烛光晚会，然后我跟他也对坐，然后他就突然间很大声的就对我说：“你老公不知道你出来吧？”然后你知道哈，回头率很高啊！不是那个一排那个桌，齐刷刷的看，肯定要看。这是做社会调查，到底有多少人听到你说话？因为那个年代有点流行这个嘛，不是吧？导师哈，我告诉你，那里面就很像现在拍抖音哈，就很像那个不是一对的走开啊，我在拍抖音。它类似这样，因为其实那里面有很多不是。就不是真实的，是啊，所以他这么一叫，哇，你看啊，就总之就是说他当时就是这样。那我想表达什么东西呢？我就觉得人有的时候不要对自己太紧张，就不用太正经，有的时候就不能说不正经，偶尔狂一下。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松弛度，对，在他就在朴树身上就是那种松弛感，会，但是他不是那种。松弛无度，但是那种有松弛有些不叫做无度，有些是松弛不靠谱。对，你不能，应该是对不对？松弛不靠谱，就是你不能松弛，但是靠谱。平衡的非常好。他不要把自己太当一回事儿，就是说人不能太当一回事儿，这是一个。但是呢，你看那个正人君子的样子没有？就是关键是这样，就人家看不出来他能干这样的事儿。现在很多人都相信了。就是所以为什么？其实我很怕他。我跟你讲，我不敢惹他。我不知道哪一天被他算了，他就这样干我，你知道吧？他就这么会，但你不得不说，他就是这种其实很有魅力，你不觉得很有魅力吗？阿婆是什么性格？多爱折腾，想法很多，想要变心求异，对吧？这是阿婆的个性哈，就是现在估计有点收敛，但是本性难改。你说阿公如果不是刚巧是这么一个对吧？被雷劈过后的这个效果，怎么能？我是这边教的吗？就是说阿婆可能早就烦他了。
腻歪了，真的有可能吧？踢掉了。我跟你讲件事情啊，我们上一次我是唯一的一次跟阿公阿婆出去有那种短途旅行嘛。我们在维多利亚。是的，在维多利亚，阿公开车，那天他带着我跟阿婆还有皮皮啊，然后呢，我们去看 open house， 到岛上去看海景大别墅，去看 open house。那一般的情况下呢，就是说我们肯定正常啊 ，GPS 查好，然后路线怎么走，然后阿公也查了什么呢？哪条不是快的路，小径，走那些都是走小路，绕过来绕过去，肯定也是绕了远的，对不对？但是阿公说这个好玩啊，这个我才能够看得到那个民情啊，对吧？对吧？乡间风。对，有没有乞丐啊？有没有搭帐篷的？有没有磨刀的？那天一个都没有吧？对不对？没，我们去错地方，岛上太范围太小。的是的，好，我当时很感慨，你知道吗？就阿婆一路就乐呵呵，这个那个超市，那个怎么样？我很感慨，因为我在我的原始的概念里面，你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 trip， 大家都在怕走弯路，都在怕走远路。绕路很怕，你哪怕是不小心啊，那个高速公路拐错了一个弯，估计两个人就你怪我，我怪你啊，怪半天，你怎么没帮我看地图啊？我怎么没看见啊？你怎么不提醒我啊？然后怎么样？我开车很累的。你看，这个压力，对，就是第一次我是从乔爷他们这儿听到一个就是小老太太的事情，就小老太太可难追了，是吧？小老太太可难追了，但是跑得可快了，跑得可快。是的，所以配好的。有的时候是我们心里有太多必须，就我感觉他有一个特别好的，就我觉得可以跟你们俩分享，就是他在他心里没有什么是必须的，就这一点，就是说，比如说，就像你说，路必须这么走，必须走近的路 ，no，或者说我作为一个干部小官员，我必须要有身份，我必须要讲，没有，他没这概念，他照样坐马路上。马路牙上，对，我必须要把皮带拉到这儿，对，我必须要拿着枸杞泡茶，或者我作为一个父亲，我必须是什么样？他没有这个概念，就做父亲什么必须，变成他女儿要管我们两个，因为我们俩经常就说，你看哈，他女儿有一次去日本，我们就搬到温莎，他回来多伦多家就没了，然后他去法国，我们就跑到温哥华，回来多伦多家没了。就是整个就家没了，就属于这样子，就是你跑，所以他很担心我们俩，他没觉得什么是他必须要做的，他很恐怖，就是这一点。人生没有固定的路径，这多开心啊！多开心啊！这我多开心，所以他就我觉得这个已经变成他就不会有压力。这个已经变成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做什么不重要，有什么结果不重要，去哪儿不重要，甚至吃啥不重要。什么是重要的？开心就可以了。关键是和谁一起。人真的对有一些就不能太在乎，太在乎很容易。我们往往会觉得说，压力是外界压嘛是从外面给自己的嘛，其实是对不对？都是自己。其实你看我觉得现在如果说我们把那个就是乔爷，我觉得是个很好的一个例子。我要解剖吗？就算了吧。你说工作太忙了，压力太大，辞职啊，对吧？对，因为换一种工作方式啊。对，其实其实我们人跟人之间也不要给别人压力，包括父母给孩子，就是觉得我花了这么多钱给你读书，那你现在回来做这个。对，你阿婆，你说到钱，你说现在很多人的压力是什么？房贷啊，你别住这么大房子不就得了吗？对啊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刚才跟像我们一起在看一个豪宅400多万在 Richmond 的哈，然后我们就你看它又有这个西厨中厨，然后有一个那个浴缸，然后一会儿有后院的又可以，我说他一天到晚就一整天从这里跑一下，再跑到那边洗个澡，再跑出来喝个酒，然后再到西厨干一下，再到中厨干一下，对吧？要分菜谱。其实是你
没有那么多。如果你没压力可以，如果你有压力有贷款，其实没有必要。咱们就说，我刚跟像讲，我真正这次客厅利用率最高的是这个，因为很近很小，我怎么着都坐着看电视。如果是原来很大，我那个客厅1年都没坐过一次啊，是吧？所以有的时候这种压力就是这种虚的东西，是我就扔了，那不就没有压力了吗？对啊，你那个客厅，我唯一跟他的接触就是路过。对啊，我路其实我现在反省哦，原来住那个房子，真的大概我有2/3基本上是日常不用的。不用，我就是那个叫 family room 那个地方，跟厨房以及卧室，其他就基本没用。对，就基本没有。对啊，是吧？所以你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别人会给你，就或者你父母，或者你希望你父母认为你是有成就的我在温哥华我有 house， 那就是因为这个执念。是吧？就是因为这个执念，是的，你那么自己就有压力。你看一个成功的一个就是成家立业，对吧？成家其中就包括了你是不是有一个就是体面的家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立业你还要对你事业，对你必须是个什么什么长，什么什么那个。尤其是国内，像这边还好一点，这边你其实人家不是这么 care。你开的什么车，你住的什么房，其实大家这边好一点，好很多，对吧？没这个压力。国内真的压力大，你今天出去穿件衣服是不是便宜货？一下人家一眼就看人家都要，就是这种感觉，就是其实反过来说，就是互相之间的这种迫许的这种压力，会把大家都逼得很累。还是自己，没必要。你看他当时在那个状态下，他根本不 care， 他根本不 care， 所以人比人把自己气死了嘛。气死人。其实这样说起来，是不是人都要像济公那样半疯半癫的无忧无愁？那不一定要癫，但是我觉得很可贵的就是这种有度的松弛感，就是说我有些我可以放手的，我就大大方方的去放手；有些我可以不要舍，我就舍，我说舍我就舍，对吧？然后你得了一个好心情。是。对，这个也得愿意扔啊！我跟你讲，你如果一直，比如在钱财这个事情上是最难那个的，你有时候你就真的肯扔。你会觉得说是自己，比如说，就是打下的基础啊，我曾经那么辛苦经历了那么多的压力啊，然后就是说，终于有了眼前的这一些你要我舍掉，那我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去保住它。其实我有时候会用一个很玄学的东西去解释这个事情，就比如说我今天这个事情我必须去破财，那我立刻就会说一定是有一个什么灾，那因为我破财了，那就消灾了。这不就是一种松弛的表现吗？你就这么想。我觉得你这应该倒过来。今天破财了，我想肯定是一个灾被我挡过去了。对呀，我真是跟。你应该是这样子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你刚听到哪里去了？你听的是我要消个灾，我就破个财。我们有时候也可以反其道而行，对吧？你特别想买个什么东西的时候，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开拓一下，这也是一种松弛的，对吧？就比如说，乔爷买了个这么贵的吸尘器，你看，又说我。好用，不是说都解脱了吗？我再举个例子给你听，我当年有个，你像人执念，这就是让我急呀，让我发飙的。我再举个例子给你听嘛，就很好笑，讲我好不好？好。我当年买了一套呢子西装，这是办公室女性这种套装，然后买完以后发现它是550块一套，然后我第二天又去逛了另外一家，发现就是一模一样的，才500块钱，那个执念过不去啊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又买了一套，我再把它买回来，再买一套。我干过很多跟你一样的事情。平均下价格就降了很多。对，然后舒服。然后我就跟他讲，你看520我买的。是的。这就是股票高手做的事情。跌完我再补仓，再跌我再补。我这算的是平均数，对呀。我到最后那一刹那我要出国了，
我想什么？我当时想的是最坏，就是所有漂亮衣服一件不带。你问他，我一点没说，我所有带的都是运动装、打工装。然后所有这些漂亮衣服怎么办？那些亲戚、小孩儿，因为我有时候买的也不怎么穿的，全送给他们了。然后我走了，到了这里，过了几年以后，我后悔死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再也买不到那个款式了，因为加拿大的衣服都好丑也不适合我的那种亚洲人的那个。当时没有什么 Uniqlo 什么这都没有。然后就哎呀，我后悔死了，因为我后来发现我在这因为你个子小，这边那个时候还都是西人的尺寸。对，那在这里我发现我不止打工，我后来又活络了，我觉得我还会应酬，那就没有衣服穿了。那买。那个时候没什么钱，对，买不起。那时候是真穷，买不起，但那个时候也没压力，你会觉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没压力？还有一个租房子住，首付都没有。还有为什么没压力？是因为你有希望，有希望也不会成为压力。因为我觉得我会变，你看他们来的个个后面都很好，那我们也会像他，也会好，会改变。每个人都这么劝我们说，骑着驴找马，你们会好的。那时候大家都是这么鼓励我们的，所以有希望也没压力。那时候很穷啊。穷的就是我们租的也是半地下室吧，大姐的房。还有那时候他去上班啊，真的是2块钱的那一个炸鸡舍不得吃了。因为什么？就是2块钱，它不是鸡块。我是这样想，这2块钱鸡块这么薄薄一条，我吃不饱，我还要吃别的，别的一家就几块钱就要5-6块钱。那我当时的工资是，当时的最低工资是8块钱。那我当时是16，因为我是做私人护理。那我当时就是想，我这个吃完，我还得再买别的才能饱嘛，不是就是要7-8块嘛？那你要知道，我一个小时工资才10几块，那我就一下就没了。我要换多少个 diaper？ 因为我真的是要换 diaper 的。你知道吧？对。我心里就想，今天换了这个 diaper， 这么难过赚到的钱我都给吃掉，不成？不是，diaper 的味道都弄到鸡块上，真的是这样想的，一定要往这个方向想嘛。但是这个事情是这样，就是因为你有希望，他就不会压力，觉得哎挺好，就这么着。对。就唯独有一段有压力，就是病了就是不知道怎么办了，然后那怎么办？我以后干什么？我了，那时候有压力。可能也是之前还是有一些看不见的压力，自己没解开，那你才会导致你。所以还是有一个过程的，不是被雷劈一下，咵就解开了，对吧？还是有一个过程的。不能。那你那时候有压力吗？你说？有。当然有压力。那时候的压力，其实你要考虑一家人在这边，你要有个生存，将来你2个人还有一个安定的地方。孩子将来还要读书学习，其实那时候也是有压力，但是社会都在这往前走，你就跟着往前挪。你如果自己不能被压力压垮掉，你就什么都没有。不，我们当时是会想尽办法让自己减少压力。你看，我们当时一个减少压力的办法是什么？就所有人都去买房子，就是买房子不是觉得是首要的嘛？你要，那我们当时说，我如果买了房子，我每个月要还那个房贷。对。那实际上我们就没有很多钱让孩子去有更多的活动，他要学什么，你可能就没。那我学个乐器你都拿不出钱嘛。对，我们就把那个房子。原来那个房子卖了，然后我租了5年townhouse，整栋租下来，然后孩子在一个很好的学校。townhouse之前还租那个 basement 的都有租啊。那个时候他读书的时候就是那个 townhouse。对呀，都是在那边。对，然后租完以后，那手头就有闲钱嘛，那就会给他要学什么，他愿意，他要去哪里玩，然后去哪里什么游学，那时候都有。按当时的讲，我们确实亏了一大笔钱。为什么？就是你如果去买房子，当年是涨得很厉害的时候，我当时不卖我就翻倍了，那我失去了这一次第一桶金的机会，当时真的就失去了。那没关系啊，我们照样再重新来吧。我那个化解压力的方式我有说过嘛，就是我会觉得人的时间线就是这样的。那如果我现在是满意自己的，那以前就是必然发生。如果我现在即使不满意，
或者当下我发生了一件事，我觉得有点过不去了，我就会想，那可能这就是以后通向我以后一个我希望的那个的必经的一条路，就好了，就过了。所以它必然会发生，对，就跟所谓的挡灾是差不多概念，对吧？就相当于我反正也要发生，我就坦然接受它的发生，因为我至少还没有到今天已经到人生尽头了吧，或者明天变成最好的那个状态，那今天就是一个必经的路。我觉得这是人生的必要的一种精神胜利法。你没有这个精神胜利法，你不能从强大的压力下解脱出来，你的生活没法往前move on。就像人家说呢，你一生遇到的不管好的事情、坏的事情、好的人、坏的人，其实都是你注定的，你要遇见。这都是一种缘分。好的事情让你开心，对吧？不好的事情让你成长。就像跟Sean说的是一个道理，就是一条路下去，你该去往哪个方向，你该经受什么苦难、挫折，这个是你必经之路。这当然你就讲起来有点宿命的这种感觉啊，但是其实人生你有的时候又要这么去想。当然了，对吧？你不这么想，你很多压力你解不出来的，你自己解不出压力，你就必然会是个糟的结果呀，这是肯定的。是的，对吧？就是说你自己都走不出来，没人帮你走得出来。我以前很爱讲一句话，就遭到表扬。其实表扬不一定都是好事。遭到表扬，真的遭到表扬，就有的时候你父母把你表扬的或者他在别人面前把你表扬的。有时候你就是那当然，你反而那种无形的压力。对，就是在我听说过一个洋人的说法，就是不能随便的夸小女孩很漂亮，不能随便的去夸。我忘了是从哪儿看到的。然后我现在阿婆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，我就突然之间会意识到，就不能随便，我们夸人也真的不能随便夸。对，夸人也是一门艺术，你真的不要随便夸人，其实无形当中给对方造成了真的是外界的压力。是我记得他哪怕没有在乎这些东西，是一开始人没在意到，原来我这么漂亮吗？哦，对他们都在表扬我漂亮，那完蛋了。他一举一动，脸上一根毛他都对了。今天突然长了个包，起了个包，然后那个压力大，完了不用做人了，今天不想上了，对吧？今天没法见人了。我们有太多东西需要修炼了。我们一边还在讲说，我们需要表达，肯定你的朋友对你的付出，对吧？肯定伴侣对你的爱，或者怎么样。一边这个还要掌握一个度。你看，我们是要修炼，要修炼。我觉得好难啊，越来越难了。你想想看哈，就尤其你对你的孩子，你不要使劲表扬，你可以肯定他、支持他，但是你真的不能把他说的天花乱坠，你真的不要去把他抬高哦，这是害他的。你把它弄得非常完美，我就想你要经历过、感受过挫折，你才能够更靠近社会的真实。哇，你好有水平！你不能把它架空了，他看不到下面。是的。你不要那么多是的吧，你是的很让人害怕。水平，我们开始 PUA 他，开始 PUA 他。有什么话直接说啊，这样子好吓人的哦。他经常 PUA 我，哇，你好厉害呀！然后变成我现在必须厉害。改成了面子的事情，他有时候说，哎呀，没面子，灰溜溜就回来了呗，没面子就没面子了，就这样。有些人今天晚上睡不着觉，明天还睡不着觉。我现在面子比较厚，你知道吗？经常吃猪的面。猪头面。乔爷，猪脸脸。我其实一直很想吃你做的猪头面。明天。真的是有，真的有，真的有啊！给你尝尝呀，馋着还好，完了，我们叫醒了小动物。